在末世，一辆吉普车慢慢的开到了丧尸前方，他们正是受帕梅拉的命令，在外引导狮群的联邦士兵。而倒霉的是亚伦几人就混在这个狮群里面，他们本想着用这个方法回到亚历山大，可现在却弄巧成拙，不得不跟着狮群移动。几人不明白士兵们引领丧尸有何目的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得尽快脱离狮群离开。刚好这时只有一辆车子在前面引导，士兵们也没有回头，现在就是脱离狮群离开的机会。另外几人接收到消息后，开始不动声色地慢慢朝着树林靠近。可就在他们快要接近树林的时候，又一个联邦士兵骑着摩托冲了出来。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的亚伦慢慢地扭头看去，只见树林那边也走出来一股庞大的狮群。混在狮群里边的他们当即就傻眼了，两股狮群汇合，现在再想要出去的话，简直难于登天，向后退也退不了，只能是被动的被丧尸继续推着朝前走。这还不算麻烦的，更糟糕的是还有其他士兵在陆陆续续的带着狮群汇聚而来，直接是组成了一股庞大的丧尸大军。等几股狮群完全汇集后，士兵们纷纷加速朝前开去，因为再往前就是联邦的外城了，他们不能被其他人看到。只是数量如此之多的庞大狮群，里面产生有灵智的丧尸比例也是大大的增加。联邦的城墙真的能守住吗？帕梅拉那个女人这一次恐怕真的是在玩火自焚。另一边，达里尔等人坐着火车还在前往联邦的路上。这一次他们不光要找帕梅拉算账，还要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。公主让泰勒在车厢里架好天线，她开始尝试联系墨瑟。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帮忙，他们这帮人是很难顺利的进入联邦的。可一连试了好几次，信号总是不稳定，她只能不断的尝试。而在联邦里面，墨瑟还在装模作样的审问着由美子。联邦怀疑尤金的逃走是由美子在暗中帮忙，由美子也是装糊涂的高手，先是夹枪带棒的嘲讽了联邦一番，接着又表示如果尤金是我劫走的，那么我现在肯定是和他在一起的，而不是坐在这里听你们两个讲笑话。就在这时，墨瑟的手下来报，声称有个代号为极光的人在用无线电联系电台。 So we're done? Or no. Thank you for coming in. 等由美子走后，大婶还想听听是谁在联系墨瑟，但墨瑟直接不客气地将他给赶了出去。大婶也没办法，毕竟墨瑟现在还是他的上级。 This is Mercer. Hey, it's me. 墨瑟一听是公主，赶忙通知她换一个频道，不然会被人监听。 You there? You all right? I'm fine. How's your G? Safe for now. Where are you? On a train. Headed back to you. On a train. We're bringing people. Prisoners that Hornsby and Pamela disappeared.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? Change things. Take Pamela down. Think you'd be okay with that? Yeah. 得到了男友的答复，公主松了口气，她就知道她没有看错墨瑟。墨瑟直接告诉她，只要你们能把失踪的工人们带回来，他们就是证人，我就能根据法律罢免帕梅拉。 If we can make our way to the city, can you get us in? Old access tunnel under the west wall leads up into Union Station. Industrial building, basement entrance guarded, but I can meet you there. It's good to hear your voice. We got an alert. 这时大婶进来汇报，说是有大量的狮群从东边逼近了外城。墨瑟一听，当即便召集部下准备武器，准备去边防清理丧尸。而帕梅拉也下了封城令，原本在街上抗议游行的平民都被以安全为由驱逐赶回了家。麦克斯来到这里，他本想着和哥哥谈谈煽动群众的计划，但墨瑟告诉他，这事恐怕要先缓缓，清理丧尸、保护公民才是第一要务。他刚准备把达里尔等人即将回来的事告诉妹妹，就看到盯着他的大婶走了过来。接着他趁拿弹药的时候给心腹递了个眼色，手下心领神会地朝着大婶走去。见到大婶被手下拦住，他这才将公主等人的事情告诉给了麦克斯。随即他让妹妹和由美子去行政大楼的北门接应他们。交代完后，他便带着部队出发了。而狮群这边，亚伦几人还在头疼不已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马上就要到联邦了。这时亚伦看着前边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只见前方的不远处有一个废弃的房车，只要他们在经过的时候摸上去，就可以以此来摆脱掉狮群。很快，他们几人到达了房车的门口。亚伦打开了房门，不料里面扑出来一只丧尸。亚伦当即眼疾手快地将丧尸推了进去，将其解决。可轮到卢克妻子的时候，他被几个丧尸挤到了前边。卢克暗道不妙，他死死地拽着妻子的手，
想将他给拉回来，可涌过来的丧尸越来越多，直接将他俩给拦开了。卢克见状，果断地松了扒住房车的手，然后追着妻子而去。这下可把杰瑞急坏了。后面的科尔刚想上车的时候，同样被涌来的丧尸给挤了出去。莉迪亚也伸出手去拽他，拉扯之下发出了声响，当即便吸引了一个丧尸咬在了莉迪亚的手臂上。众人大惊失色，可偏偏又不能放大动作。惨叫声吸引了一旁的丧尸，亚伦和杰瑞只能一把将他拉回房车，然后快速地关上了房门，而科尔也被尸群挤得只能前行。进到房车后，莉迪亚抓狂了，顾不得手臂上的伤口，当即就想着冲出去寻找科尔。俩人赶忙安抚他，告诉他科尔还活着，如果你再不救治的话，那他将会失去你。听到这话，莉迪亚才冷静了下来，俩人赶紧把他搀扶到了沙发上。杰瑞也不墨迹，直接是把腰带解了下来，死死地缠在了他的手臂上。等准备就绪后，亚伦在一旁不断给他打着气，告诉他这种事我也经历过，现在是最艰难的一刻，你一定要咬紧牙关撑住。莉迪亚梨花带雨地答应了下来。接着杰瑞抽出了长刀，只有将他手臂砍下来，才能阻止莉迪亚变异。与此同时，达里尔等人已经来到了墨瑟所说的通道入口，这里有好几个士兵看守，可并没有看到墨瑟过来接应他们。公主提议大家再等一会儿，墨瑟肯定会来的，但时间紧迫，众人不想再耗下去。就在马基他们商量要不要干掉这4个守卫的时候，朱迪斯提醒他们小点声，因为有2个士兵正朝着这边靠近，似乎是听到了这边有动静。众人赶忙戒备了起来，如果被发现，那他们就得迅速出手将其解决掉。这时突发变故，2个士兵的对讲机响了起来，里面传来了前线守卫的声音，命令所有人赶往城墙上支援，包括看守通道的人员。他们顿时疑惑了，难不成放任这里不管了？众人一听也明白了过来，肯定是墨瑟被什么事情拖住了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把守卫给调走。等守卫离开后，大家伙赶忙上前，加百利将通道上的锁砸开后，众人陆陆续续地走了进去。另一边，帕梅拉用对讲机联系大神，询问他监视墨瑟的情况。大神表示，墨瑟先是见了自己的妹妹，然后就召集了额外的士兵赶往了城墙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帕梅拉一听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Where did he take them from? Sector 7, processing and tunnel H. Did you want me to recall any of those suits? No. I'm sure Mercer has his reasons. 他心中一动，墨瑟调走了通道那里的守卫，肯定不是无故放矢。而在一栋公寓里，躲藏的尤金还在焦虑不安。这时外边响起了士兵搜查的声音，他透过猫眼朝着外边看去，果然有个士兵过来敲门了。尤金知道再这样下去，对方很有可能会破门而入，索性他偷偷地将门锁拿了下来，然后躲在了门后。很快士兵破门而入，看到房间空荡荡的，他有些纳闷，明明房门刚刚还是锁着的。他刚回头，迎接他的就是一个手电筒。没几下，士兵便被他给敲晕了过去。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再待下去肯定会暴露，他只能去找尤美子他们。而在房车里，莉迪亚悠悠地醒了过来，还好截之及时，他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不过醒过来的他看到门外张牙舞爪的狮群，担心科尔他们的他便想着去寻找。亚伦见状便安慰他不要担心，科尔和卢克他们都是末世的好手，没有那么容易死掉。可莉迪亚哪里放心？杰瑞不忍心看他这样，于是便提出自己出去寻找科尔和卢克他们，让亚伦在这照看莉迪亚。如果到了晚上自己还没回来，就让他们跟着狮群去联邦给莉迪亚看医生。说完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房门。与此同时，马基他们穿行了长长的通道，顺利的来到了行政大楼的下面，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阻碍。等他们上来后，泰勒带头走进了行政大厅，这里空荡荡的，非常安静。等走在最后边的达里尔上来后，他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里简直太安静了，而且一旁的大门还被铁链锁死了，完全不符合常理。突然的袭击打得众人仓皇躲避，以西杰等人反应过来，赶忙找着掩体进行还击。上面的火力占据地形优势，直接是打得他们很难抬起头来。除了亚历山大的人有战斗经验外，其余的工人基本没几个存活，都被当场射杀了。
2楼的这帮人正是帕梅拉的私兵。当他听到墨色调走通道的守卫时，便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于是便在出口这里埋伏了下来。没想到真被他给堵到了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停下了开火，罗西塔等人也都震惊地看了过去。朱迪斯如果真的出了事，那他们将无比愧疚，也对不起死去的瑞克。帕梅拉也愣在了当场，他从没有想过要伤害孩子。这要传出去，那他这个州长也做到头了。塔罗尔的还击再次打响了战斗，朱迪斯的中枪让所有人都无比的愤怒，直接开始了无差别扫射，硬是打得楼上的人开始逃窜。此时的达里尔慌得不行，得赶快离开这里抢救朱迪斯。可怎么穿过大厅是个问题，2楼可还有好几个枪手。这时弩哥看到了以西结身后有个灭火器，以西结当即知道了他的意思，他也不墨迹，直接是一个蓄力将灭火器给丢了出去。